纽西兰系列影片帮大家整理了纽西兰的20个必玩景点，还有我们沿路吃到的美食，去关心小镇蒂卡波、纽西兰最高峰库克山，搭直升机前往纽西兰最大的塔斯曼冰川践行，去纽西兰最美湖边小镇冒险之都皇后镇，世界第8大奇迹米尔福德峡湾，在魔界场景骑马渡河，抱可爱的羊驼。想知道18天只花10万元环纽西兰南岛怎么吃怎么玩，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我是里奥。继上一次的河口湖之旅，这一次我们来到纽西兰。上次来到南半球，已经是我们去年去澳洲的时候。接下来的18天，我们要在纽西兰开露营车环整个南岛。来，赶快跟我一起看看纽西兰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纽西兰包含南岛与北岛2个主要岛屿，山地占总面积的一半。南岛有许多冰川、湖泊与纽西兰的最高峰库克山，北岛则有许多火山、瀑布、温泉。丰富的地形让纽西兰被称为活的地形教室。这次搭的是纽西兰航空，不止机身是超帅的黑白配色，空服员的服务跟飞机的飞行稳定度都很棒，更有全程免费网路可以用，搭乘体验真的不错。可惜餐点有的很好吃，有的很普通。这次是买东京跟北海道外站票，省了一大笔钱。不过没在官网买，不能加价空中沙发，不然还能躺着飞哦。这台就是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带大家开箱一下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这18天要住的地方。我们进来之后，这里可以开灯，里面非常的高，还有3米高，所以我们在里面也可以把手举高，然后人是不用低下头来的。那这是我们的厨房。琉璃台，只要这边打开帮浦就可以开水，所以我们可以洗东西。然后瓦斯打开的话，这边有2个炉子可以煮东西。然后接上那个营区的电之后，里面有微波炉可以使用。那冰箱在这个地方，里面有我们的食物区。然后这一些都是我们的餐具啊，还有刀子什么的，一应俱全。然后下面也有锅具什么的，都放在这里。锅具，然后这里就是杯子啊、碗盘什么都有，那都有固定好，所以行车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盖起来，然后把它固定住，就不会乱跑了。然后这一边呢，则是洗碗巾啊、刷子、菜瓜布等等的都在这里。是我们的后座，它是4人座的，那我们2个人租4人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比较舒适。因为你看，像我们的行李箱就是放在这里就刚刚好，我们就不用每一次都搬到后车厢去。那这样子的话，就节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那如果你是4个人住，你4卡行李箱，可能你就需要把它放到外面去，然后再整理。那这样就是冬天的时候也会特别冷。这是他们的桌子。桌子的话，我们就是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放下来，哇，就可以在这边吃东西了。像我们如果爬步道很累，我们直接在车子上煮一煮就可以现吃，超赞。那晚上如果要睡觉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桌子收起来，然后2边这里打开，把它放下来，哇，这就是我们的床啦。那这个床包啊，都是他们付的，他们有付这个床包，还有枕头的床包，还有浴巾，通通都有付。那晚上如果很亮的话，2侧这里的窗帘，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下来，就可以遮光，非常方便。上面这里就是另外一张床，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住2个人，所以这里就变成我们的储物区，让我们东西随手一丢，超方便的。而前面的驾驶座的部分，它都已经帮我们放了这个手机支架，然后这边也都有连那个 USB 孔，所以充电什么都非常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只要记得带一条 Type A 的这一种，就可以把手机接上去，直接就可以导航了，也不用另外买他们的导航。但是它也有附给我们导航机啦。但是我觉得有点难用，我就直接用手机的。这次我是在全球最大露营车平台房车国度订的露营车，网站有中文界面，全球45个国家都能订到露营车，车子的细节也都有，价格也更便宜。我把网站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分享给大家。交车后睡一觉，就要开始我们的露营车之旅啦！一路上的风景真的都好漂亮，在纽西兰边开车边看绝美风景，真的太享受。我们现在来到第1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电影《纳尼亚传奇》的取景地 Castle Hill。Castle Hill 这边有一个小步道，走过来你就可以置身在岩石之中，超有 feel。Oh my god！
们才来纽西兰第一站，我觉得已经被这个美景整个震撼到爆炸，处处是美景哎！看看，哇！小时候我在看电影《狮子女巫魔衣橱》的时候，他们最终站就是在这种大石头那边决战啊，我就觉得很多石头围绕的那个场景，超像奇幻小说才会出现的。没想到现在我就实际在这个场景里，非常漂亮，很震撼，到处都是各种奇形异状的巨石头，哇，好美哦！如果你要去走福克斯冰川的话，那你就一定会经过 Castle Hill。但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花10个小时，然后远远的开过去，结果可能又因为天气不好直接被取消，所以我们过几天会到库克山走纽西兰最大的塔斯曼冰川。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节省体力、节省时间。虽然团费多了2000块吧，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库克山那边海拔比较高，在山顶可以群山围绕的做冰川健行，应该是非常棒的体验。要怎么前往 Castle Hill 呢？打开 Google Maps， 导航 Castle Hill Rocks 就可以抵达他们的停车场，再从唯一的一条道路就可以走到 Castle Hill 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纽西兰的第一个大站，就是距离基督城跟皇后镇大概都要3.5小时车程的蒂卡波湖 Lake Tekapo。蒂卡波在毛利语代表晚上的草席或在星空之下睡觉的意思。蒂卡波湖甚至是全世界第一个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星空自然保护区的小镇哦。蒂卡波湖有3个大景点，我们预计在这里停留2天的时间。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好牧羊人教堂。这个好牧羊人教堂，据说当初当地居民在建造它的时候，为了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所以就在周围拾取了这些石块，然后把它堆叠起来，就建成了这个好牧羊人教堂。那好牧羊人教堂的旁边就是美丽的蒂卡波湖。如果在春末夏出来的话，还可以在湖畔看到粉紫色的鲁冰花，非常漂亮，搭配湛蓝色的蒂卡波湖，还有很漂亮的蓝天白云，拍起来美得像幅画。在好牧羊人教堂旁边一点点，这里能看到一个牧羊犬的铜像。这个铜像就是为了要纪念牧羊犬保护羊群的贡献。它这里有一个捐款的5块钱，可以协助当地的人维护这个好牧羊人教堂。在好牧羊人教堂的日常保养跟维护都是完全依靠这一些赞助的钱，所以来这边如果觉得这里很漂亮很不错的话，大家也可以捐一点小钱协助维护这个漂亮的地方哦。它很方便，只要用 Apple Pay 感应付款就可以了。OK， 捐款成功。晚上我们在好牧羊人教堂附近没有光害的地方，抬头一看就是满天星斗，还有漂亮的银河。隔天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报名的观星导览没有成行，所以建议大家来到蒂卡波湖，只要晚上天气好，就一定要出来看星星哦。要前往好牧羊人教堂，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好牧羊人教堂，前方有一些停车位，如果都停满了，也可以导航 Wishing Well。可以把车停在河的对岸，再走桥过去，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哦。一到纽西兰，我们就到超市买了3000元的食物冰进冰箱。玩饿了，我们就直接在车上煮。有时候懒得用，微波加热也很方便。我们最爱吃的是台湾的3星葱抓饼。到超市一定要买他们的牛排跟羊排来吃哦。哇，太香啦！一大盒牛肉只要100多，自己煮真的很划算。睡在露营车的好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只要打开后车厢，就能看到美丽的湖景还有日出。躺在床上欣赏蒂卡波湖，真的是太美啦！我们都玩到哪，就用 CamperMath 的 App 来定晚上要住的营地。有地图可以查看纽西兰有营地的地方，但有些营地比较抢手，建议有确定行程可以早点订。我们都住有电的 Power Site， 一晚大概都60到70纽币。如果不想要住在露营车上，也可以加价去住小木屋，只要填好基本资料，线上付款就订好咯。营区的厕所都会有专人打扫，
维护的都很干净，浴室也都有暖气，所以冬天洗澡也比较温暖。营区也会有干净的厨房、厨具、冰箱，还有饮用水。衣服脏了也可以拿到洗衣区，有洗衣机，还有烘衣机，有的还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哦。我们因为太想开露营车环岛，所以把原本订好的饭店全部取消。住露营车的好处就是把交通跟住宿整合在一起，不只不用每天收行李，比起饭店也算是省了一大笔钱。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在好牧羊人教堂附近的约翰山天文台。约翰山天文台海拔有1031公尺高，是蒂卡波湖附近的制高点。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蒂卡波湖，还有下面的蒂卡波小镇。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约翰山天文台这边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为了安全考量，他们就会关闭，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车辆上来。加上它这里的地势是一个有点凹陷的地形，所以可以阻绝大部分的光害。有机会的话，可以晚上来约翰山天文台报名观星导览，可以以肉眼看到超多的星空跟银河，绝对是永生难忘。亲眼一看就能知道为什么这里被列为世界上的7大星空保护区之一。这边风非常大，上来一定要戴好毛帽。我身后的彩虹超大的啊，风也太大了吧，我快被吹飞了。然后因为约翰山天文台这里风超大，非常冷，所以旁边这里有一间 Astro Cafe， 我们现在就是在排队，然后等一下要在里面吃个小东西，避避风头，实在是太冷了。Astro Cafe 有贩售饮品跟轻食。我们点了热巧克力、鲔鱼三明治，还有萝卜蛋糕。本来看隔壁的餐点剩很多，没有很期待，没想到意外蛮好吃的。萝卜蛋糕没有什么萝卜的菜味，中间还有甜甜的乳酪。第一次吃，没想到还蛮好吃的。鲔鱼三明治跟热巧克力也都很温热，在风大又很冷的山上吃了很暖胃。要前往约翰山天文台，可以 Google Maps 导航约翰山大学天文台 ，Astro Cafe 也在旁边。上山的时候，一台车要付8纽元的入场费，只能刷卡哦。我们现在从约翰山天文台下来，回到我们营区旁边这个湖景第一排的地方，它的旁边有一台这个小餐车 ，The Better Better， 它是卖炸鱼薯条的，我们来点点看。午餐 ，Better Better 的炸鱼薯条超大 can 的啦。我们现在在车上吃，一样可以看到湖景，然后不用在那一边吹冷风。它的炸鱼薯条超爆大只，沾一点塔塔酱。这边炸的真的非常的酥脆，而且它这样子一大份，其实2个人吃，我觉得算是还蛮刚好的。它的薯条好吃。也有生菜让我们可以解腻一下。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 Tekapo Springs。Tekapo Springs 这边有一个超大的户外露天温泉池，可以在这边泡着热水，然后疏解我们到纽西兰这边的疲劳。那这边一边泡着温泉，一边旁边就是美丽的蒂卡波湖，湖景第一排。那不过它的温泉池不是真的温泉啊，只是热水池而已。这边晚上甚至还有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星空的活动哦。但除了温泉池以外，他们也有超大的室外溜冰场，它是纽西兰最美丽的户外溜冰场之一，可以直接看到蒂卡波湖的美景跟山脉。那入场费是24纽币，有包含租鞋的费用，然后可以多次进出场。我们也很想要玩冰上甜甜圈，就是从那个很高的地方这样滑下来。那我们今天是买套票，2个是 combo 的 ，combo 在一起的话50纽币，不然分开买的话加起来要56纽币，这样现省6纽币。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买那个温泉池的，可以3个一起 combo 起来，都是可以自由组合的。那因为这个溜冰场也是非常热门，所以常常会有学校团体活动过来这一边，所以大家可以在来之前先到他们的官网去看看他们的行事历上有没有一些行程。那连结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给大家。现在我们要来玩雪上甜甜圈。我们现在到最高点，这里还可以看到后面的蒂卡波湖哦。然后这一个大斜坡长达150公尺，等等，我们就要冲下去啦！哇！我吃冰了。在这边有个观景台，可以看到从上面滑下来的人。那我们总共玩了4次，
花了45分钟。我们最后15分钟其实应该可以再玩个1、2次。那我们要赶去吃一间5点关的鲑鱼店，不知道来不来得及。那如果有来这里的人，首推这个雪上甜甜圈。那再来就是看自己需求要不要玩溜冰场跟旁边的那一个温泉池。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普卡基湖。普卡基湖是在库克山的南边。那我们从蒂卡波湖要进到库克山之前，一定会经过普卡基湖。那普卡基湖有绝美的蓝色湖面，更是有蓝色牛奶湖的美称。来到纽西兰，一定要来看看传说中的蓝色牛奶湖。Pukaki 它在毛利语里面呢，是代表着聚集的水的意思。那它的源头是来自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融水。那为什么会有蓝色牛奶湖的颜色呢？就是因为冰川侵蚀岩石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极小的细粉，就是岩石粉或者是冰川粉。这些盐粉它们会悬浮在这个湖面上，然后就可以散射阳光之中的蓝光跟绿光，就会形成漂亮的蓝绿色湖面。再加上这一些悬浮微粒，它们会出现一种沉淀感，所以就有牛奶的浑浊感，所以就会有蓝色牛奶湖的样子，非常的漂亮。要拍普卡基湖可以导航 Mountain Cook Alpine Salmon Shop， 这边可以看到整片的普卡基湖，还有远方的山脉。如果还想要拍到库克山跟旁边的公路，可以导航 Peters Lookout。那在普卡基湖的游客中心这里，还有一间 shop， 有新鲜的鲑鱼生鱼片，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因为里面的位置满了，我们现在坐在外面，一边看着普卡基湖吹冷风。来吃我们的鲑鱼沙西米，我们买的是500公克的，50块纽币。哇，这个油花看起来不错哎，吃起来很新鲜的鲑鱼，我都还没有加酱油跟 wasabi， 我就觉得那个鱼的鲜味吃起来还不错。可能我们这一块的油花刚好是蛮漂亮的吧。现在我们打算换一间来吃吃看，这一间是高地乡村鲑鱼。那这一间虽然没有湖景，但是这一间呢，它比较大间一点。它 Fish Shop 里面就有卖一些那个可以煮的鲑鱼，那就可以自己回去煮，有整只的，然后烟熏的生鲑鱼都有。那这间咖啡里面就有更多的熟食。那比起 Mountain Cook Alpine Salmon Shop 这边种类就比较丰富一些。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整柜的熟食柜，还有班尼迪克蛋啊，还有汉堡、可颂、三明治等等，都是鲑鱼的。我们今天点了碎洋葱鲑鱼握寿司、鲑鱼生鱼片、炸虾寿司卷，还有提拉米苏当甜点。这一间的鲑鱼生鱼片的口感比较厚实一点，然后另外一间的话，它是比较油脂比较丰富，可以有比较化掉的感觉。但这一边的肉都比较厚一些，所以喜欢吃口感的话可以吃这一间。那喜欢吃比较那种化掉口感的生鱼片，可以点另外一间。那这一间高地乡村鲑鱼，它室内的空间比较大，而且熟食种类也比较多，所以你如果喜欢吃寿司的话，可以来这一边吃。那它后面外面也有很多的空间，然后甚至还有自己养的鲑鱼池，你也可以丢饲料给他们吃哦，然后再把它们吃掉。我现在来丢一些饲料，嘿，那饲料很香。马上就有鲑鱼来吃了，再丢一池，嘿，哇，它们活力真好。要前往高地乡村鲑鱼，可以导航 High Country Salmon。下一集我们要前往纽西兰的最高峰库克山，搭直升机前往纽西兰最大的冰河塔斯曼冰川，踏在冰河之上，体验超精彩的冰川探险。再到纽西兰最美湖边小镇瓦纳卡看孤独树，还有吃美食，还有皇后镇的各种好玩景点，也都会在纽西兰系列拍给大家。赶快订阅起来，慢慢期待吧。我们下集再见，拜拜。